蓝山世界遗产区，蓝山的美景，100万公顷以上的高大森林，我们只看一小块啊，只看一小块啊。为什么说只看一小块呢？因为蓝山它有100万公顷啊，你是没办法全走完的。沙岩、悬崖、小峡谷、瀑布跟丛林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来了一趟非常深入的践行活动。有关于蓝山美丽的景色，让我们进来探索一番啊。先进来的马上就是做这个，有没有？这个很厉害啊，这种枪啊，它很垂直的下去哈。所以这个景观缆车呢，这类啊有一点刺激，但是其实非常非常安全，也非常非常的慢哦。那我们就准备那个这类上面那叽叽口口也不知道讲什么哈。那但是呢，通常讲什么就是告诉你门要关了，要出发了啦。这片广大的森林之所以被称为蓝山，据说是因为遍布山谷里的尤加利树，树叶释放出来的气体呢，汇聚在这个峡谷里面，形成一片薄薄的蓝色云雾，因此而得名叫做蓝山啊。那蓝山国家公园当中呢，游客最多、最常玩，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坐这一段登山缆车啊，下来啊，最陡的载客缆车啊，这个历史悠久的下山铁道。这一锤的一群开始看点卖垂直的，其实它不像云霄飞车一样啊，但是呢，今麦一定改成新款的会在调整角度给我看不惯啊。你拿足够一进来，其实你可能看不到这前面是三姐妹岩啊，那也是三个石头嘛，就被称为三姐妹岩喽。那在这里啊，就 hiking 森林步道，正常老外来这边呢，能走多久就走多久啊。这里的森林步道总长2.4公里啊，依照个人的脚程，可以选择不同的路线啊，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游览。来看看 Uber 对这个角度给看得来，它上面做的有点像躺着，对不对啊？其实不是躺着啦啊，它只是做的非常非常的陡啊。很多人说很刺激啊，我觉得。就刺激是有那种离心力才刺激啊，它不刺激啦，它还好啊。但是呢，很特别倒是真的。而这个蓝山以前呢，也是一个采矿的地方啊，所以在步行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它以前所留下来采矿的一些遗迹。走在这里，全球最陡的小火车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而这些小火车到底做什么用的呢？因为最早的时候，当年这个地方是采矿，当年采矿的小火车，它把它留了下来。这个地方后来变成了生态保护区，但是呢，当年是采矿煤矿区啊。缆车下去可以看到整个山谷的地方啊。蓝山拥有全世界最漂亮的景致，景观世界非常引人入胜哦。那搭乘倾斜式的小火车，这是全世界最陡峭的火车啊！所以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特别的景点。从坐上52度，号称全世界最陡的小火车，不少游客都是冲着这个特别的火车来到这个国家公园哦。这个小火车把煤矿拉上山，以及运送底下工作的矿工上山休息啊。所以我们刚刚在走这个 hiking 的步道，是不是可以看得到那些小火车啊？那当然，后来的业者看上了这里小火车的娱乐价值，就把它变成了观光的用途，类似开采煤矿的遗迹，甚至整个煤矿都完整的保留下来。早在100多年前，澳洲雪梨的这个蓝山就是澳洲很有名的煤矿产区。因为环保意识的抬头，再加上政策的转弯，所以这边当然就变成了一个环保的生态保育区了。这个是蒸汽中，哎呦，不碎吧？
还用这个煤矿的那种小火车做出来的造型哦。我前面讲到，在现今的环保意识抬头之下，要跟经济、便捷跟环保画上等号，非常非常的难啊！讲真的啊，这也是世界各国在头痛的地方。但是会做事的政府、会做事的国家，它会让无轨接缝，尽可能不要造成冲击性。但是其实我们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你只要有交通工具，人只要移动的那一天呢，就一定会有环境污染，对不对？那你只要有交通工具，就会环境污染，有石油有电嘛，就一定会耗费啊。但是如何让这个地球减缓到最低这是必须想出一个方式的。所以再生能源就变成了这个回音墙啊，这个是回音的地方，回音鼓啦，不是回音墙啊。喊的时候会有回音回来。所以我刚刚前面特别提到了这个重点，也就是说，现今的环保意识抬头，所以连蓝山、连欧美国家、连澳洲等等呢，对环境意识保护呢，抬头程度都非常高。因为再不保护，我告诉你，地球就完蛋了这非常重要。但是问题是也不能因噎废食这个污染源不行，换一个污染源给撸来撸嗨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差别性是在这边，全世界都在讲。那蓝山的煤矿呢？以前当然煤是重点嘛，对不对？以前谁不烧煤啊？是不是呢？以前没有那么多交通工具，没有什么autobike 以前只有煤矿啊，所以点煤油灯啊，对不对烧煤啦，到后来工业的发展都是用煤。那你说那个时候空气污染大不大？大。但是问题是呢，到后来的工业，汽车啦、飞机啦、摩托车啦，哇塞，那些比煤炭更可怕，对不对全世界加起来了，因为原本只有一个工厂在制造，变成到处都是小工厂啊。那当然，后来煤炭就慢慢的停下来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比较先进的国家，尽可能的他们也不用煤了所以早期的蓝山的煤矿大量出口到海外，也因此推动了当时日本的钢铁工业。日本的钢铁工业有很大的部分要谢谢蓝山因为钢铁要烧有那个锅炉嘛、灰炉嘛，一边烧一边炼钢的时候呢，它要烧煤。但是到后来，当然保护意识抬头，为了保护这片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殊环境，并没有等到煤矿采光了才转型它早就停了，不准采了，也不准烧了有没有煤气的感觉，煤矿的感觉？我们讲了那么多煤，但是你知道吗？澳洲其实自己本身也有面临到能源的问题澳洲号称全球最大的煤矿与天然气的蕴藏，它拥有再生能源发电的理想条件它有天然气它也有那么大的煤矿但澳洲的电价却是全世界最高的。雪梨民众要支付的民生电价是纽约民众的2倍，原因就出在澳洲要从煤炭迈向干净能源的目标呢，没有办法所以就变成是怎么样它就要怎么样？要涨电价嘛尤其是大停电之后更惨歌剧院呢，我们还没过去我们在皇家植物园为什么叫皇家？很简单嘛，前面说过了，这里是英国统管的嘛，所以呢，这里就有皇家咯，也以英女王为主咯。所以从这个皇家植物园，我们看过去就可以看得到，哇美丽的最有名的歌剧院。别紧张，别着急，等一下我们就过去了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呢，为什么澳洲的能源，尤其是雪梨的电价非常的高？如果你有亲朋好友住在雪梨你可以就问问他为什么它的电价特别的高呢？因为呢，能源政策为了迈向干净的能源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关闭了燃煤电厂，怎么可能烧煤？煤怎么烧都是空气污染它慢慢的发展了太阳能跟风力发电，但完了，天然气填补电力的缺口，但是怎么办？这个天然气呢，人家外国的买家用更高的价钱来跟你雪梨买，来跟你澳洲买，你要卖还是要卖自己人？你卖做生意是这样嘛？你卖给别人更高的价钱，他怎么可能留下廉价的电力给自己的国民用呢？所以天然气它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让国家的财政有了收入。那怎么办？如果你要留在国家用，那你势必也得把国家的什么
电费调高嘛，使用者付费嘛。那你说国家要补助，那完蛋了，国家就会变赤字啊，对不对？国家什么都给你补助，那就会变赤字啊，赤字它就没有办法建设啊，到后来就必须举债啊。所以其实啊一样啊，能源跟气候政策呢，现在在每个国家，包含连美国都一样啊，每个人都头痛的不得了啊。更大的重点是，大家也都不愿意啊，电价一直无限的飙涨啊。我家的电价涨，我就要看看其他国家我是不是排名最高的啊？因为这种排名最高呢，不会有人很骄傲。我们国家电费是最高的，绝对不会有人骄傲。大家都会想说，我们国家的电费是最低廉的，对吧？所以这从刚刚的那个采煤矿，我们聊到了澳洲的能源政策，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南威尔士艺术馆，你看到处都是你说奇怪新故事是因为被标靶射到是吧？不是啊，做记号了啊。这很多就是打个标不是说什么，不是跟赛鸽一样他是来做记号的。那来观察他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啊。雪梨新南威尔斯艺术馆，新南威尔斯是澳洲新大陆最先开发之地，也是澳洲文化的起源，叫做新南威尔斯省。这个地方虽然并非澳洲最大的美术馆，但收藏了非常多澳洲最精致的艺术品了。新南威尔斯艺术馆总共有5层楼，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近代澳洲艺术的精华，包含19、20世纪的澳洲艺术，15到19世纪的欧洲艺术，澳洲历史文化发展约大概2个世纪那在这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收藏中国、日本跟东南亚各国的艺术品非常非常的多样化。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行程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新南威尔士艺术馆，可以看到什么？看得到它的文化跟它的历史虽然澳洲的历史不是很长澳洲真正的历史在原住民的历史所以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原住民来到澳洲这块土地上呢，多久的时间？哇，好几万年都有所以澳洲的原住民呢，可以说是他们的宝。我们看到的是这些金发碧眼的阿斗对不对那其实呢，根本不是你往内地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往内地走的时候，你就会马上看到了另外一幕原住民丰富而生动的文化一个澳洲原住民那当然讲到这个，你就必须讲到殖民的伤害跟历史1838年，新南威尔士的屠宰场溪大屠杀，15名重武装的澳洲 cowboy 牛仔跟骑警，趁着拂晓攻击了当地的居民部落，杀死了300名的原住民，震惊了全世界那殖民者的杀戮史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它的历史过程当中有遇到了被人殖民的历史，通常只有2个，一个就是说后来他独立了，第二个后来他被同化了，但在过程当中，大部分都会有灭城屠杀的行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类世界各国都有一样只是屠杀的多与寡有的很可怕。学习这个城市殖民者到底在澳洲杀了多少原住民呢？在根据统计当中呢几万人跑不掉所以在澳洲，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呢，其实边疆战争遍及当时的全澳洲澳洲的屠杀地图，其实在世界上的讨论并不多见但它却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办法以前的18、19世纪呢，你要说它的对与错，你说它错，你去平反它人也不能够复生了嘛，你只能让人类尽可能的将来不要再做这一种杀戮的事情但其实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环境，战争一样没有停止过嘛。
现在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叫做雪梨歌剧院啊，这个是来雪梨一定要来，必来，你一定也看得到，因为雪梨不大，随便一个转弯你就看到了雪梨歌剧院啊。这个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绝对不为过哦。这个是少数落成之后马上就得到世界遗产肯定的地方，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雪梨歌剧院啊。它丹麦设计师从1959年开始到1973年，剧院正式的落成了。现在歌剧院坐落在雪梨港的便利廊角，它外形就是风帆造型嘛整个雪梨港湾外围，我们刚刚看到了咖啡店、海鸥啊，气候超棒啊！每天去那边喝咖啡都很开心哦，真的啊！我常常在讲哦，外国没有什么就它的生活环境特别的好哦，让人家呢走在街上都很那种气候啦，那种氛围都觉得很开心哦。我们现在走进了雪梨歌剧院，主要有2个主厅，一个小型剧院哦，演出厅以及附属设施。2个大厅均于比较的大，在这个大的帆形结构内呢，那大小演厅呢，大的是音乐厅，可以容纳2500人哦。那音乐厅里面有一个超级大的风琴哦，那也是在1969年到1979年之间制造的，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机械木连杆风琴，由15000根风管所组成。而另外一个主厅比较小的歌剧院呢，它比较不太适合大型的歌剧演出啊。而雪梨歌剧院其实并不是当地澳洲人所设计的哦，是丹麦设计师所设计的哦。而且雪梨歌剧院并非一日造成啊，从达林港就可以看得到雪梨歌剧院坐落于在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采光啊，热不热？我告诉你，雪梨夏天还真热嘞。它不是不会热，它夏天会热啊。但是呢，你看这个玻璃啊，空气的洁净度有多好？你看看哦。所以为什么台湾不太适合用这种采光玻璃啊？太热呀！我们看到雪梨歌剧院已经变成了澳洲的代表图像，但是呢，它的诞生呢一波三折，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它像蛋壳，也有很多人说它像剥开了柚子。1950年，表演团体请愿催生，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开始构思及选点及新建。1959年终于开工了，一直到了1973年，它才正式启用落成，长达14年，被讥笑为未完成的交响曲。它得来不易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呢，新南威尔士特别委员受命负责规划筹建歌剧院，先从30个点选中了3面环海的贝内龙角作为歌剧院的新建点。后来呢，当然反对党工党啊，新南威尔士的首长，他又另外公开发出了征求雪梨歌剧院的设计，那要求必须具备2个表演厅，个别担任特定的工人哦，而且呢，要求了一些项目哦。而当时呢，39岁的丹麦建筑师呢，Woodzone，他的设计呢脱颖而出啊，连 Woodzone 自己本身都很意外，哎呀，我设计这呢，那喜欢冷卡这6架啊，没想到比较一幅画就被当时的评审誉为天才啊。数年之间 ，Woodzone 才意识到抛物线的设计慢慢转化成可执行的半球形的设计啊，也就是说。这个设计师最初竞赛提出的椭圆形的抛物线的水泥屋顶设计图，之后被证实无法按图施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又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再重新制作现在的样子啊。那当然呢，歌剧院开始动工之后呢，耗费这些澳币下去啊，但是
特殊的造型使得建筑工程极为困难，加上追求完美、吹毛求疵的这个设计师呢，无法忍受丝毫的瑕疵啊，曾经呢，追加预算呢，而导致成了工程一延再延，还闹翻过。而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非常热闹的，叫做岩石区。岩石区，它这几年来也很火红哦，很多人喜欢来岩石区，当地的市集、跳蚤市场，在这儿酒吧林立，在这儿走上一遭，喝咖啡，看看市集。跳蚤市场其实就是假日市集啦，刮拍糖骨虾杀出来呗，只是它摆设的比较好看啊，但也不一定是二手商品，有一些新的商品哦。在国外他们很畅行这种假日市集啊。但是在我们呢，台湾也有那个购物市场嘛好像是中古物吧，整个丢的乱七八糟，他们还好因为他们在排列上面是比较整齐的比较整齐的。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雪梨歌剧院的很多的岩石区景观、码头等等呢，都非常的棒哦。然后呢，我们从雪梨港岩石区一路走过来，现在等一下我们会去坐船反正雪梨最有名的也就是雪梨港湾哦，在整个环绕在雪梨港湾的每一个点弄出水啊。那等一下我们准备再去搭船可以看得到雪梨港湾大桥，也可以从海上去看到什么？去看到歌剧院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歌剧院。雪梨港湾有没有看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雪梨港是一个天然的海港，东边临着南太平洋，西边接着帕拉马塔河。官方的认为呢，这一个雪梨港是世界上最好的港湾之一我们在日落时分来到了雪梨港湾，游船、用餐、看夕阳。雪梨歌剧院因为雪梨港湾还有雪梨港湾大桥其坐落于此而闻名于世。雪梨港湾也是欧洲发现及殖民时候最早进入的时候，当时在17世纪 James Cook 他来到了这边，船就驶进了这一个雪梨港，并且呢取得好友
George Jackson 的姓氏呢，命名为杰克森港。而在航海日志当中，当时的库克船长写道：50，我在陆地的2-3英里外，我发现了一个安全的停泊点，我称之为我好朋友的名字，叫做杰克森港啊。这是欧洲有记录以来的记录，然后17世纪就发现了它，如今已经发展成这样子的地方啊。那雪梨港也就拥有这么美丽的景色，你看看夕阳西下啊，然后呢，这个是什么？雪梨港湾大桥，我都讲啊雪梨港湾大桥有没有啊？很漂亮啊，整个雪梨港港湾大桥，哇塞，世界上最高的铁桥，横跨着雪梨港，连接着悉尼的商业中心跟北岸。我们看到的是雪梨塔，不多说，雪梨每一年跨年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光，因为雪梨塔跟雪梨歌剧院这边所做的烟火，还有呢，它跨年倒数呢，也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地标啊。这一趟我们在台湾的春天，纽澳的秋天，来到了澳洲加纽西兰这一趟的旅游，希望你们会喜欢。